好，欢迎回到正念工坊。这个频道主要是跟大家一起探讨和打磨我们在生活中会运用到的一些观念。往往当我们对生活中运用到的一些观念的了解越来越深入的时候，这些深入了解会帮助我们在生活中更加得心应手，起码它可以帮我们免除很多烦恼。如果你正在观看这个视频，那么我默认你已经看过了我上一个视频。我们都是装在盒子里的人吗？当然，你没有看过这个视频也没有关系，只是从逻辑延续的角度上来讲，看过以后理解起来会更加容易。好，让我们就进入今天的观念吧。我们今天的观念是，我们所做的所有的决定都是建立在过去的经验基础之上的。乍听这个观念，你会不会有一些惊奇？然后迅速就会在大脑中搜寻一个反例来证明它的不正确性呢？我反正是这样做过的，不过不要紧，让我们继续往下看。我非常喜欢用手机来举例，因为手机确实是我们在生活中最常用的道具了。当我们看到手机的那个刹那，请问你真的看到了当下那个手机吗？还是仅仅只是在脑海中迅速回忆起了我们使用手机打电话、浏览微信以及上 B 站的经验呢？如果我们对手机的认识不是建立在之前我们对手机的了解之上，我们是怎么知道手机是用来做什么的呢？假设我们从来就不认识手机，也不知道手机是做什么用的，那我们在看到手机的那个时刻，会否大脑一片空白，觉得自己只是看到了一块方形的金属板子，又或者是一块太薄不太好用的板砖呢？如果我们对手机的经验不是建立在过去的基础之上，我们又是如何知道手机是可以用来打电话、上微信以及上 B 站的一个通讯终端呢？实际情况是，当你看到手机的那一个刹那，你的头脑的回路已经以微秒级别的速度向你呈现了以下这样的信息，比如你曾经使用手机打电话的经验，你曾经使用手机看微信的经验、上 B 站的经验等等等等。那这些经验中还包括了，这是你的手机，不是别人的。此时的这个手机是有电的，是属于可用状态的，等等一系列非常有用。但是你对此已经不形成觉察的信息了，这些回忆闪回的速度太快了，以至于你根本无法觉察。正是由于有这些信息的启动，在你的大脑中形成了回路，才会让你在看到这个手机的下一个瞬间，去拿起这个手机来操作使用了。想想你在生活中所看到的所有事物，有哪一个不是如此呢？我们再想想，我们在生活中所做的所有的决定，又有哪个不是如此呢？本来这个大脑回路的迅速形成，对于我们面对生活是非常有用的，它可以帮助我们节省非常多的时间，不需要每一次都去建立新的回路。不过虽然如此，我们需要对一个事实非常清晰，就是我们其实从来就没有在当下看到过任何东西，听到过任何声音。我们看到的、感知到的，都是我们过去的经验。如果没有这些过去的经验，我们将会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因为在我们的意识里没有的东西，我们不会认识。当我们看到某个事物，我们实际上看到的是我们投射在这个事物上的想法而已。对于我们其他的感知器官，比如说听觉、嗅觉、触觉，情况也都是一样的。我们的心里塞满了过去的经验，导致我们无法感知当下。事实上，我们什么都不了解。对于过去所能抱持的唯一最接近真实的观点就是，它已经不存在了。面对一个手机，我们唯一能够确定的事情就是，我们过去所拥有的关于使用这个手机的经验，它已经不存在了。因此，我们现在怎么看待这个手机，怎么使用这个手机，完全取决于我们当下的决定。这就是创造力的来源。如果我们按照习惯使用过去的经验，用同样的方式来使用手机，在那一刻，我们其实没有在思考，我们只是让自己陷入习性的洪流中而已。这一点也并没有什么不好，实际上它是效率非常高的一个手段。当所有的事情运转良好的时候，也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当我们过度使用这个特点，对任何一件事情全部采取相同的态度，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们就是自己的习性的提线木偶，我们就是自己的习性的奴隶。一定程度上讲，明确知道我们的心里塞满了过去的念头的那一个当下，就开启了一扇使我们能够重新审视自己过去的信念的大门。我们因此就能提炼出那些往往我们并没有觉察就陷入进去的思维习惯。这些思维习惯全都是曾经帮助过我们适应生活、适应社会的有效工具。但是像所有的工具一样，我们自己是可以随时并且在任何情境下对之进行更新、修改或者是放弃等一系列操作的。有关这一点的详细说明，请看我的另一个视频。我们都是装在盒子里的人吗？在现在这个社会，我们可能已经找不到还在用着 DOS 系统的人了，不过我们却很有可能找到一些还保持着一大堆30年以前的信念，并没有对其进行过更新或者修改的人。人们总是在说要 think out of the box， 就是说我们在思考问题的时候要主动的跳出我们的思维局限。实际上这句话省略了一个前提条件，就是首先我们得明白是什么造成了我们的思维局限。思维局限往往都是透过后天的学习而养成的，也就是透过比较而养成的。要跳出自己的思维局限，其实第一步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找到自己会形成自己思维局限的原因，也就是我们心里往往塞满了过去的经验，并不能够正确的感知当下。这里有一个脑筋急转弯的问题，大家可以思考一下。把大象放进冰箱需要几步呢？答案是需要3步。第一步，打开冰箱门；第二步，把大象放进去；第三步，关上冰箱门。也就是说，如果没有第一步，这只大象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被放进冰箱的。换而言之，如果没有我们给自己的思维局限或者是思维习性按下暂停键，清楚地知道我们的思维局限或者是思维习性来自于哪里，我们是没有办法去 think out of the box 的。我们的观念和观念之间往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由一个观念往往能够引申出另一个观念，而往往第二个观念又能佐证第一个观念。因此我们的生活看上去就像一个超级巨大的拼图游戏，把每一块拼图的碎片放回它原本的位置的这个过程，不仅充满了乐趣，而且对很多人来讲，这就是生命的意义。我们再来看一下跟这种观念相关的一种情况，来拓宽一下我们对这个观念的认识，同时我们也可以发掘一下对这个观念的其他的运用。假设我们在生活中看到了一个让我们非常讨厌的人，当我们定义这个人非常讨厌的时候，其实我们首先需要在自己心里建立一个什么叫讨厌的经验。这个经验是父母亲教的，是在学校里学习的，在社会上学习的，都是有可能的。但是如果我们不是先在心里建立一个这样的经验，我们没有办法得出讨厌这个结果。换而言之，我们看到一个讨厌的人的时候，这个人无非是勾起了之前我们心里一个讨厌的回忆，然后我们将这个回忆与眼前的事情做了映衬，从而得出了讨厌的结论。我们复习一下刚才提到的一句话，在意识里不存在的东西，我们是不会认识的。那现在其实我们进入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当我们看到了一个讨厌的人的时候，那到底是因为这个人很讨厌，还是因为由于我们已经在心里建立了一个什么叫做讨厌的一个经验，然后由于这个人的出现，使我们把我们心里面已经建立好的这个关于讨厌的定义拿出来，然后跟眼前所看到的这个景象做了一个映衬呢？所以到底是因为这个人很讨厌，还是这个人勾起了我们自己在心目中已经建立好的一个印象呢？到底是哪种情况呢？当然以上问题中的讨厌，我们其实也可以换成喜欢、爱慕、痛恨、愤怒等等所有我们已经非常熟悉的有关情绪上的一些词汇。我把这个问题的答案留给大家，欢迎大家在留言区内跟我
进行讨论和互动。这里是正念工坊，谢谢大家的观看。如果你觉得这个频道对你有帮助，也请转发和订阅。